风拂荷塘，自留一抹清香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河上清风。我对孟婆汤免疫，保留了2世记忆。第3世，孟婆心中有愧，帮我走后门，投了好胎当首富的女儿。哪想到一出世就被人调包了。我连喝了3碗孟婆汤，前世的记忆也没有减少分毫。我把碗一摔，对孟婆大吼：我都轮回了2世，你煮的孟婆汤也没有长进，我要去判官那告你。孟婆一惊，终于想起了我2世都对孟婆汤免疫的异类，她赶紧把我拉到一旁，悄悄说：别告我，我帮你走走后门，投个好胎，带着2世的记忆去，不是爽歪歪吗？首富的妻子快生了，你就去当首富的女儿吧。看着他一脸的真诚，我就勉为其难同意了。哇！我欢快地哭了一声，开始了第3世。正想着这一世要怎么个花钱如流水，找多少个帅哥才对得起首富千金的身份，下一秒却被保姆调包了，把我扔在垃圾桶旁。我毫无反抗力，饿了1天1夜，我大呼上当了。孟婆只告诉我首富千金这个身份，却不告诉我这个身份多灾多难，一出世就要夭折了。就在我万念俱灰，把告孟婆的话都想好的时候，有人报了警，我被送去了孤儿院。我舒了一口气，孟婆也舒了一口气，无惊无险活到了18岁，大学报读了医学院。我的第2世是医女，一手脉术已经炉火纯青。这一世再学一把西医，医生就非我莫属了。新生开学，我刚踏入 A 大的大门，旁边就传来了一声清朗的声音：师妹，我来帮你吧。我抬头一看，道谢的话直接就噎住了。他继续自我介绍：我叫杨峰，是大2的学生，你可以叫我杨师兄。我暗叹了一口气，连名字也一样，确定是我的千年难跟班无疑了。第1世，杨峰是我的表兄，从小就倾慕我，被我拒绝了1001次。得知我被选入宫当秀女，他就提着杀猪刀站在皇宫外喊，要皇帝滚出来跟他单挑。结果还没有看见皇帝，他就去见孟婆了。第2世，在他第1001次向我表白的时候，我坦言我是医女，也只嫁医者。于是他半路学医，拿起银针就自学，先扎了自己一通，结果扎中了死穴，又去见孟婆了。没想到他这第3世还是和我相遇了，貌似也聪明了些，懂得走正规途径来学医了。见我久久也没有回应，杨峰伸手在我面前摇晃：同学，同学。我清了清喉咙，回他一句：我叫郑云，跟首富同一个姓。他傻傻一笑，和前2世一个傻样。我见怪不怪，直接把行李箱扔给了他。拿好。他不太高兴，但还是拿好了。小样，真能装。前2世他对我1见钟情，2见倾心，3见就想娶回家，这一世怎么可能例外？来，我打个赌，只要我数到10，他就会对我献殷勤了。1、2、3。突然身后传来了一声娇滴滴的女声，打断了我数数。杨峰哥。我转身一看，差点掏出我那40米长的大刀。来人正是郑梦慧，和我调包的那个假千金。郑梦慧似乎没有看见我，她的眼里就只有杨峰，冲过来笑着喊：杨峰哥，我终于考上跟你同一间学校了。伸手想挽杨峰的手，才发现杨峰手上提着行李箱，才后知后觉发现了旁边的我，笑容立即沉默了，一看就是吃醋了。郑梦慧沉着脸问：杨峰哥，他是谁？没有等杨峰回应，我就帮他回应了：我是你杨峰哥的女朋友。郑梦慧的脸刷白了，杨峰的脸涨红了。我看见郑梦慧的眼睛也湿润了，哽咽地问：杨峰哥，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？我脱口就回：就在刚刚。这一回，杨峰连耳根子都红了。我撇撇嘴巴：小样，真能装。前2世跟我表白1001次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脸红？杨峰哥，你们。郑梦慧心有不甘，还想说些什么，但我不同意呀，直接打断了他的话：你杨峰哥没空，他要帮我找宿舍。说完，我拉着杨峰就走，
身后那道目光久久也没有散去。我冷笑，他抢我爸，我就抢他男人。找宿舍的路上，杨峰红着脸问郑同学：“我们是不是发展得太快了？”我满脸问号。他又继续说：“听说谈恋爱的顺序是，第一个学期去逛图书馆，第二个学期去逛食堂，第三个学期去逛实验室，第四个学期牵手，第五个学期拥抱。我们这才见面第一天，就做了第4个学期的事情。这怪不好意思的。学校举办了新生欢迎仪式，郑梦慧作为新生代表上台弹了一首古筝曲《花好人缘》，收获了全场掌声。师生们纷纷称赞她才貌双全。我冷笑，首富的女儿就只有这一点才艺。下一秒，郑梦慧就在台上冲我喊话了：“谢谢大家，我们这一届的新生郑云也很有才华，请她也上台为大家弹奏一曲。”我没有机会拒绝，大家已经起哄把我哄上台了。台上，郑梦慧热情地拥抱了我，在我耳边低声说：“你该感谢我，不然你一个孤儿根本没有机会摸一下古筝。摸的时候记得小心一点哦，你可赔不起。”说完，直接把我推到了古筝前。我听见台下有人窃窃私语：“他是谁呀？敢和首富的女儿比才艺？我看过他填的入学资料，是个孤儿。什么？孤儿能弹个屁？他是上台搞笑的吗？”我充耳不闻，淡定地坐下，撸起了手袖，拨动着琴弦，一曲《花好人缘》在我的指尖下缓缓响起，时而欢快，时而俏皮。一曲终了，我听见了全场抽凉气的声音。片刻之后，掌声雷动，郑梦慧的脸都黑了。我朝她投了个白眼。我的第一式是大家闺秀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郑梦慧根本无法跟我比。校长走了过来，要我发表心得，为何能把《花好人缘》弹得如此精彩？我很老实，回了一句：“因为《花好人缘》这曲是我写的呀。”本场瞬间哑言，大家好像不相信，《花好人缘》这曲真的是我写的呀。我第一试的某一天，在皇宫里闲得无聊的时候随便写的，没想到被世人当成了宝，流传了千百年。下了台，师生们看我的眼神有点古怪，杨峰看我的眼神更是古怪，不是诡异。他走近我，深邃地看着我说：“小白，我很想你。”我抬眼望天，回应他一个白眼。小白是谁？我3世都是带一个云字，从来没有人喊过我小白。你才是小白。看出了我的疑惑，他又开口了：“小白，你明明没有喝孟婆汤，为何还是不记得我？”说完，还伸手抚摸着我的脸，指尖冰凉，我浑身打了个激灵。他怎么知道我对孟婆汤免疫的？没有等我想个明白，就被他一把抱住了。他还喃喃叫嚷着：“小白，不要再离开我！丫的，你才是小白！拥有3世记忆的我，明明是老白了。”我还来不及推开他，他突然惊叫一声，自己弹开了。“郑同学，你竟然对我做了第5个学期才做的事情，要做也让人家主动做吗？这怪不好意思的。”他惊讶之余，又害羞地低下了头，似乎完全忘记了刚才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。我在无风中凌乱了。更尴尬的是，郑梦慧偏偏在这个时候加了进来：“杨峰哥，你们刚才在干什么？最讨厌这种明明看见了还要开口问的人。”我直接瞪眼：“你不是看见了吗？我们拥抱啊！”杨峰和郑梦慧的脸同时红了。“杨峰哥，你不是说上了大学也不会谈恋爱吗？”郑梦慧的眼睛又湿了，看着就心烦。还好，杨峰也是个不懂怜惜的人，老实的回了一句：“我是说过不跟你谈，但是没说过不跟郑同学谈呢。”我忍不住扑哧一笑，这话成功把郑梦慧逼走了，一边哭一边跑了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亲自煎了一碗中药送去给杨峰，奖励他逼哭了郑梦慧。他一脸的疑惑：“郑同学，我没有病啊，你怎么给我送药呢？一般患上精神病的人都会说自己没有病。”杨峰前一秒扑向我，后一秒反口说是我扑了他，明显就是精神分裂了。上一世
我医治了各种疑难杂症，唯独没有治过精神病，正好可以拿它来当练手。我清了清喉咙，一脸正经地说：“这不是药，这是调理身体五脏六腑，打通任督二脉，达到元神合一的十全清心舒畅汤。”他的眼睛眨了又眨，似乎听不懂。我把碗往他面前一推，是男人，就赶紧干了。他看了看我，又低头看了看碗，随即眼睛一闭，真的干了。我咧嘴一笑，真乖，三世都是很听我话。他也傻傻一笑，挠挠头，问郑同学：“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？感觉我们好像认识很久了。”我很老实地点点头，在前世见过，我们认识了3世。他哈哈大笑：“郑同学，你真幽默。不过我很喜欢，就是下次这种情话还是留给我说吧。不过我不太懂，我会好好学的。我头一回有喜欢的女生，初次谈恋爱，还请你多多指教。”我白眼一翻，头一回，前2世的不算数吗？他的脸红了，小样，脸皮真薄。郑同学，你说的话真好听，像蜜糖一样。不过这话以后也留给我说吧，我说给你听。我还要去图书馆找些写情话的书，背熟了回来说给你听。我伸手扶额，他还以为我在跟他说情话了。若不是用他来气郑梦慧，我早就拒绝他1001次了。杨峰开始沾沾自喜了，巴拉巴拉地说个不停。郑同学，我觉得我们真的认识了很久，好像真的是前世就认识了。新生开学那天，我在人群中看了你一眼，就移不开目光了。你说这是不是就是缘分呢？这一定就是缘分，就是上天安排的。郑同学，不好意思，我先上个厕所，等我回来继续说。一定要等我呀，我很快回来的。我叹了一口气，这已经是第3世了。他每次一表白就变成话痨的这个毛病，还是改不了。第1世，他背熟了100首情诗，说要用情诗表白打动我，每天在我面前念10首，念完了100首之后，又重复循环继续念。第2世，他跑去药店，背熟了100种草药的名字，每次跟我表白就加上一种草药的名字，显示他的深度。你在我的心里就像人参一样珍贵，我一咳嗽就会想起你和川贝，立即就治愈了。你就像芦根一样扎在我心，拔不出来了。在我回忆之际，杨峰已经进出厕所3次了。第4次，他忍不住问：“郑同学，你给我喝的不会是泻药吧？”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：“不是泻药，是加强版的泻药，治疗精神障碍，先从身体排毒开始。”他抽了抽嘴角，还来不及问为什么，又跑厕所了。一连几天，杨峰的第2人格也没有再出现。貌似我配制的十全清心舒畅汤还是挺有效的。我拿出银针，准备为杨峰疏通穴位，封住他身体里的第2人格，他却瑟瑟发抖地躲开了。郑同学，这玩意拿远一点，我怕。我白眼一翻，扎中死穴1世都已经过了1世，还怕？真没出息。罢了，等下次他的第2人格出来的时候，我再捉住他扎吧。我俩一同去饭堂吃饭，饭堂阿姨要给他盛猪肉，被他一脸嫌弃地拒绝了。阿姨，不用了，我喜欢吃白米饭，不要菜。杨峰第1世是个杀猪的，第2世我就发现了他从来没有吃过猪肉，没想到第3世也是一样，好像他也留存着前世的记忆。我疑惑地问：“你喝过孟婆汤吗？”他愣了愣，随即便哈哈大笑了起来。郑同学，你是看小说看多了吧？哈哈，我喝过孟婆汤，我还认识黑白无常呢。哈哈哈，我撇撇嘴巴，是我多疑了。除了我，还会有谁对孟婆汤免疫呢？饭后，杨峰送我回宿舍楼下，他前脚刚走，我就被一个女人拦住了。你就是郑云？哼，长得一副狐媚样。我愣在原地，我认得她，她就是我的亲生母亲，首富夫人王柳。她趾高气扬地看着我，丢给我一张支票，给你100万，离开杨峰。你一个孤儿，没爹没娘的，哪配得起杨峰？呵，
原来是来帮郑梦慧出头的。我接过支票，拿在手上把玩着，片刻之后拨通了杨峰的电话：“喂，有人出100万让我离开你。”王柳的脸刷白了，我笑了。虽然她是我母亲，但是我们从没有相处过，我对她没有感情。杨峰很快就来了，一把抢过我手中的支票，望着王柳就质问：“郑夫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王柳连忙解释：“我只是逗他玩的，拿100万支票来逗我玩，真有钱。”我猜杨峰家更有钱，转过身看着他就问：“你要不要出200万，让我不要离开你？”他没有片刻的犹豫，脱口而出：“我出。”说完，立即就给我写了一张200万的支票。果然，我猜的没错，杨峰平时穿的衣服都没有 logo， 质量却很好，一看就是定做的。郑梦慧对他穷追猛打，王柳对他客客气气，连首富家都想攀附的人，非富则贵，有一种顶级富豪的群体，他们的生活很低调，连福布斯也不敢报道他们的财富。我拿着200万的支票，又在王柳的面前摇晃：“郑夫人，考虑出400万，让我离开杨峰吗？价高者得哦。”王柳的脸抽了又抽，还没有等他回应，杨峰就抢先开口了：“郑同学，不要离开我，不管郑夫人出多少钱，我都加倍给你，只求你不要离开我。”王柳气得脸都绿了：“杨峰，你看看，这个女的就是贪你的钱，她拿你当摇钱树了。”你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杨峰打断了：“关你屁事！我就喜欢送钱给郑同学花，又不是花你家的钱，你管得着吗？滚回去管你家郑梦慧，让她不要来缠着我，耽误我和郑同学约会了。”我就知道杨峰不会令我失望。第一是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，杨峰就天天拿着猪肉送我家，说要给我补身子。旁人都说我家里有钱，不需要。倒是杨峰家庭贫寒，需要依靠卖猪肉换家用，都劝他不要再往我家里送。那时还是小人的杨峰，叉腰就骂：“关你们屁事，又不是你们家的猪肉。”第二是我继承家里的医馆，行善行医，时常给穷人免医药费。杨峰是靠卖书画为生的穷书生，却也时常把赚来的钱捐给我家医馆，说要一起行善。旁人笑他不自量力，他白眼一翻，怒斥：“关你们屁事，又不是花你们家的钱。”这一事依旧如此，我就知道，我说一，杨峰不会说二；我说直线是弯的，他也会赞同。我满意的看了一眼杨峰，主动挽起了他的手臂，迈着胜利者的步伐，在王柳愤愤不平的注目下，款款离开。课后，我正刷着小说，助手小陈来电了：“姐，有一位双腿丧失知觉的患者，请求你出手救治。”我一口回绝：“没空，我是 Z 大医院的特聘针灸专家，一个月只接诊2位患者，多一位都是没空。姐，那个人的身份特殊，指定要找你，还给了医院很大的压力。有多特殊？特殊的要坏我的规矩。谁都知道 Z 大有位高人郑神医，知道他每月只接诊2位患者的规矩，谁不是规规矩矩地排号等我？谁敢给医院施压？”我不悦地问：“谁？”“是首富郑先生。”我愣了愣，犹豫了片刻，答应了。随后，小陈给我发来了郑先生的病历。半个月前出了车祸，人事就回来了，但是双腿至今也没有知觉。我穿上白大褂，戴着口罩，随小陈一同进了 VIP 病房。王柳皱眉：“陈教授，这位不会就是郑神医吧？”王柳没有认出我，却很怀疑我的能力，毕竟满头白发的小陈看上去比我更有资历。小陈立即板起了面孔，斥责：“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姐请来，你若是敢对姐不敬，以后就不要再踏入 Z 大半步了。”王柳赶紧道歉。郑首富看起来倒是和和气气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让人摸不清他的想法。我挥挥手，让小陈清场。我一贯的习惯都是单独给患者治疗，全程不露脸，不说话。除了院长和小陈，没有人见过我的真面目。这一次，我开口了，我压低声音对郑首富说：“
我可以救你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1个月之后，郑首富站了起来，随后首富家的假千金也冲上了热搜。我笑了，和郑梦慧做亲子鉴定是我要求他们做的，不然就不出手救治。当时郑首富很抗拒，但为了他的双腿，还是答应了。不查不知道，一查才发现养了18年的女儿，竟然不是自己亲生的。听说郑家夫妇一同病倒了，我心情大好，主动请杨峰吃饭，他埋单。我们刚踏出学校大门，就被郑梦慧拦住了。她梨花带雨地看着杨峰，哭唧唧地问：“杨峰哥，我不再是首富的女儿了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”说完，身体摇摇欲坠，作势就要倒在杨峰怀里。杨峰赶紧拉着我闪躲。郑梦慧扑了个空，哭得更伤心了。杨峰这个不懂怜惜的，竟然还回了一句：“你是首富女儿的时候，我也不喜欢你呀。”这话说得真绝，我拍掌叫好。郑梦慧狠狠地瞪我，又可怜巴巴地质问杨峰：“杨峰哥，为了他，你真的要断了我们青梅竹马的情分吗？”卧槽，我没有青梅，你不要在郑同学面前冤枉我。杨峰看着我，急着解释：“我小时候跟郑梦慧是邻居，她想当我的跟班，不过我每次都把她赶走了。后来我们家搬家了，我早就不记得她长什么样子了，她竟然冤枉我，说跟我是青梅竹马。呜呜，我太委屈了。郑同学，你赶紧抱抱我，安慰我吧。”我一脸懵，还没有缓过神来，就被他一把抱住了，抱得紧紧的，还在我耳边说着骚话。遇见你之前，我就没有对谁动过心，我以前还以为自己喜欢男生呢。郑梦慧如此冤枉我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我一脸尴尬地望向郑梦慧，见她眼神涣散，精神状态已经不好了，问世间情是何物，直叫你两眼泪汪汪。3天后，郑家夫妇就找到了我，孤儿院里的孩子都已经在 DNA 库录入了信息，他们找到我是预料之中的事情。王柳一把捉住我的手，哭着喊着：“我的女儿，你才是我们的女儿啊，让你受苦了。”我缩回手，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你认错人了，我是个孤儿，没爹没娘。”他愣了愣，泣不成声。郑首富赶紧解释：“郑云，你真的是我们的女儿，我们已经做过亲子鉴定了，是家里那个恶毒的保姆把刚出生的你调包了。若不是有位神医提醒我去做亲子鉴定，我们现在还被蒙在鼓里。”我抽了抽嘴角，好吧，我不会告诉他，那位神医就是我。一提起保姆，王柳的情绪就激动了，一巴掌就扇过去。若不是你跟保姆乱搞，会发生这种事情吗？以前的事就不要提了，孩子在呢，你还怕提？我就偏要提。他们巴拉巴拉地吵了起来，我大致是听明白了。当年首富和保姆有染，保姆和王柳同时怀上了，王柳逼着保姆去黑诊所堕胎，导致了保姆终身不孕。保姆怀恨在心，就把刚出世的侄女抱了过来，和我调包了。如今得知真相的郑家夫妇把保姆一家都告了，他们吵得我脑壳疼。我转身要走，你们继续吵吧。我走了，却被他们拦住了。女儿，你是我们的女儿啊，不要走，我们今天是来接你回家的。我白眼一翻，喊我女儿，问过我同意了吗？我有意让他们知道真相，但是并不打算和他们相认啊。首富的脸一黑，板起了面孔。没大没小的，你就是这样子对亲生父母说话的吗？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今天也必须跟我们回家。说完，伸手要拉我，不过手还没有触碰到我，就被另一只大手甩开了。此人正是杨峰，有我在，谁也不许欺负他。杨峰直接挡在了我面前。王柳赶紧陪笑道：“杨峰，你误会了，郑云是我们的女儿，我们怎么会欺负她呢？我们今天是来……”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杨峰斥责打断了。滚！这一回，两人很听话的滚了。下一秒，我被杨峰紧紧地抱入了怀，抱得太紧了，我快要窒息了。在我快要晕过去的时候，我听见他喃喃说了一句：“小白，我很想你。”
我浑身打了个激灵，杨峰的第二人格又出来了。我正准备掏出银针，他却变话痨了。郑家夫妇若是走慢半步，我非揍他们不可。郑同学，要不你嫁给我吧，当了我媳妇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。虽然我们发展的是快了些，不过我们都已经做了第5个学期才做的事情了，那就再加快些速度吧。这话痨很杨峰，是杨峰本风无疑了，哪有什么第二人格？难不成刚才是我出现了幻听？我开始出现莫名的心慌，心神不宁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赶紧就问杨峰是不是快20岁了。杨峰又惊又喜，郑同学，你怎么知道的？3天后就是我20岁生日了，你连我生日都知道，看样子你真的很喜欢我呢。你是不是想送我生日礼物？哎呀，不用了，有你在就是最好的礼物了。若是你坚持要送，那就送。他又开始巴拉巴拉，我却一句也听不进去。前2世他都活不过20岁，都是在接近20岁的时候去见孟婆了。这一世，我担忧地望着他，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他脱口而出，当然可以，10件事我都答应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我苦笑，答应我，你要长命100岁。他愣了愣，随即就笑开了。行，我要长命100岁，一直陪着你。我承认这一世对他动心了。我叮嘱他，这3天不要离开学校，除了上学去食堂，就只能待在宿舍里，也不许跟陌生人说话。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只要杨峰过了20岁这道坎就好了。我想象着他可能会发生的意外：外出被车撞，外出被人绑架，外出被广告牌砸中，外出太危险了。所以我叮嘱他不要离开学校。第1天平安无事，第2天无惊无险，第3天我决定和他一起度过。我们相约下课之后一起去食堂，然后就在操场上坐一整夜。他下课后还有个实验，我就在实验楼楼下等他。我有点犯困，闭着眼睛在闭目养神，直到轰隆一声传来，我整个人都弹跳了起来。我看见了滚滚的浓烟从实验楼上传来，有人惊呼着跑出来，实验室爆炸了。我的心咯噔了一下，拔腿就往里面冲，却被赶过来的保安拦住了。同学，里面危险，不能进去。我发了疯似的要推开他，杨峰还在里面，他就在实验室里，我根本进不去。我看见杨峰的同学跑了出来，抓住他就问：杨峰呢？杨峰呢？杨峰，他在实验室的最里头，大家都跑出来了，就是杨峰跑不出来。我两眼一黑，晕了过去。杨峰走了，没有度过他的20岁，我的心也碎了，冲到马路中间，希望有人给我一个了断。我要去问孟婆，为什么杨峰3世都如此短命？孟婆若是不知道，我就去判官那告他孟婆汤的质量不行，他必须要知道。但是路上的车都绕着我走，舍不得送我一程，还有司机优雅地摇下车窗，操着五湖四海的腔调，朝我抛来各式各样的国粹。我妈了，只能退了回去。一转身就看见了郑梦慧，眼睛一亮，立即拦住了她。她惘然地看着我，好像不认得我了。我赶紧刺激她：郑梦慧，我是郑云，你怎么能不认得我呢？我抢走了你父母，抢走了你喜欢的男生，你得恨我，必须对我恨之入骨啊！他尖叫一声，当即就捡起绿化带的一块石头，扬起手就朝我劈来。我闭上了眼睛，来吧，送我一程。我无法对自己下手，却预期的疼痛感并没有来袭。睁眼一看，郑梦慧已经被几名身穿白大褂的男人控制住了，总算捉住他了。回去要加强看管，不要让他再跑出来了。我愣在原地，愣愣地看着郑梦慧被那辆印着精神病院的车接走了。我又妈了，长叹了一口气，没办法，我就是长寿之人，不管我怎么作妖，也作不死。第1世，我被选入宫，我无心宫斗，却不断有人来跟我斗，结果他们一个个都斗死了，剩我一个太皇太妃，真是孤独。
第二是开医馆的我收了许多徒弟，就是我养生过度，把徒弟们都送走了，又送走了徒孙们，结果为我养老送终的是我徒孙的徒孙。可以预见，这一世我也是100岁老人无疑了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拒绝了郑家夫妇的邀请，不进他们公司，自己开了一间中医馆。本来是下了决心要拒绝郑家给予我的一切，没想到1年后，郑家夫妇双双意外离世，我成了他们遗嘱的唯一财产继承人。一不小心，我就成了女首富，而我也恋爱了，谈了位大学生，20岁，长相俊朗，是个话痨。他的嘴巴很甜，姐姐前姐姐后的喊着我，而我总是打断他，让他喊我郑同学，这个称呼我喜欢听。我时常接送他上下课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看电影。他想牵手，我拒绝了。我说那是第4个学期才能做的事情。他想拥抱，我也拒绝了。我说那是第5个学期才能做的事情。他笑我很单纯，说等他毕业了，我们就结婚。我笑而不语。他还没有毕业，我就把他甩了。他嗷嗷哭，问我为什么，我还是笑而不语，挥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后来我又谈了位大学生，20岁，长相俊朗，是个话痨。再后来我又甩了他，媒体开始争先报道我的恋爱故事。女首富最爱小鲜肉，郑云最青睐姐弟恋。没有人可以永远20岁，但郑云的男朋友可以。我对八卦新闻笑而不语，他们只说对了一半。我的男朋友除了都是20岁，还有一个共同点，话痨。几十年过后，我终于寿终正寝了。我径直跑去找孟婆，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冲她大吼一声：孟婆，我要告你！孟婆一惊，片刻之后才认出我。只见她眉头一皱，也拍了一下桌子：小白，我忍你很久了。这一回轮到我吃惊了，谁是小白？小白是谁？啪的一声，孟婆又拍了一下桌子：若不是老黑用10年寿命相抵，我能被你冤枉了2次。我懵了，孟婆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一个字也听不懂？就在我疑惑之际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：小白，我在彼岸花前等了你许久，也没有等到你，你怎么到这来了？我脱口而出。我抄近路了，再抬眼一看，竟然是杨峰，身穿着一身黑衣长袍，还是年轻时的模样。我的眼睛湿润了，一头就扑进他怀里，喃喃道：我就知道你会等我，你放心，我有孟婆的把柄，我会威胁她给我们走后门，让我们投个好胎，下辈子也在一起。说完，我偷偷瞄了孟婆一眼，见她的脸抽了又抽，时而绿，时而白，时而红。哇，太可怕了！我又赶紧把头埋回杨峰的怀里。杨峰尴尬地咳了2声，拍了拍我的脑袋，说：小白，你没有经过彼岸花前，以前的记忆还没有回来。走，我带你重走一圈。我听不懂，但还是跟他手牵着手去赏彼岸花了。血红的彼岸花开得妖艳，红得刺眼，我却对它们无感，仿佛是看得太多了，看腻了。浓郁的花香袭来，倒是令我一阵阵眩晕，脑海里涌进了许多碎片记忆。我顿感头痛，抱头蹲下。小白，你是不是想起了什么？小白，小白是谁？哦，小白是我。待我再次站起来，身上已经换了一件白袍。我甩了甩长发，扫了他一眼，邪魅一笑：老黑，我回来了。我不是郑云，我仍是震慑3界的白无常。他也不是杨峰，仍是黑无常，倾慕我万年的老黑。小白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很想你。老黑扑了过来，在我怀里哭唧唧。我一脸嫌弃地把他推开：老黑，我们这些在地下当差的，去人间轮回体验人生，都会有100年寿命，你却如此短命，真没出息。老黑抹了一把眼泪，一脸的委屈：还不是因为你瞒着我偷偷去排队了。我抽了抽嘴角：什么叫偷偷的？我去排队轮回，还要请示你呀。他继续巴拉巴拉。当我知道你快要轮回3世的时候，已经迟了，我只能去插队了。
插队要减掉50年寿命的，为了和你一同轮回，我容易吗？呜，我白眼一翻，那你不是还有50年吗？怎么3世都不到20岁就呜呼了？他又抹了一把眼泪，还不是因为你，为了确保在人间能够遇见你，我又自愿减了10年寿命，为了让自己3世的名字都一样，让你容易记住我，我又主动提出再减10年寿命，为了确保你3世都记得我，不丢失前世记忆，我只能再减10年寿命，孟婆才同意在你的孟婆汤里兑水。我抽了好几口凉气，原来我一直冤枉了孟婆呀，以后看见她，我得绕路走了。老黑还在抹眼泪，我心一软，直接把他搂进怀里。行了，下次我去排队的时候，一定带上你。他破涕而笑，问：真的吗？小白，你可不能骗我。我拍着胸膛保证，真的，不骗你。下一次也是万年之后的事情了，我们1万年才能排队一次，轮回3世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绿茶室友诬赖我偷他的钱，当众给我难堪。我问他多少，他说1万块钱。我从床底拖出行李箱，掏出一摞，又掏出一摞，20万整齐码在桌子上。你看看，这里面有你的钱吗？他的脸一下子绿了，心生入笑。我拉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，轻松走在扛着大包小包的新生中间，显得格外引眼。男朋友唐泽远远看到我，帅气的脸庞像开了花一样灿烂，小跑迎过来：叶子，等你好久了。他话音未落，一个身材娇小、化着浓厚妆容的女生直接就插在我和唐泽中间。他把行李箱往唐泽手里一塞，嗲声嗲气道：这么热的天，辛苦学长了。唐泽淡笑：同学，你是哪个系的？我叫你学长过来带你去宿舍。唐泽学长是哪个系，我就是哪个系。我一阵犯恶心，我从小城市过来，还真没见过这样肆无忌惮的勾引。唐泽见我脸色不对，赶紧绕开那女生，扶住我：叶子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天太热，中暑了？没等我说话呢，那个女生突然娇叫一声，身体就往唐泽身上瘫。唐泽学长，我觉着好难受。这女生还真是狗皮膏药，甩不掉。但她怎么也想不到，唐泽这个看着阳光温暖的男生，却是绿茶杀手。看他倒过来，唐泽拉着我就躲到一边，那个女生硬生生摔在地上，估计是疼再加上尴尬，眼泪都摔出来了。我看了一眼她手里的校园卡，刘浅浅。刘浅浅和我一个班，竟然还分到一个宿舍。我想她可能会记恨我，毕竟她摔倒以后，唐泽始终拉着我，根本没扶她一下，是别的同学把她架起来的。但刘浅浅却异常的对我格外热情，这让我不由得多了一个心眼。她是本市人，据说家里开着很大的一所医疗美容院，很有钱。她拿一些护肤品的小样，硬塞到我和其他2个女生手里，都是我从没用过的品牌。我的皮肤比较敏感，不能乱用东西，平时用的护肤品都是经过医生测试过的。我把小样收起来，想等刘浅浅不在的时候送给别人，还继续用我原来的4件套。锦锦，你这4件套也太 low 了吧！刘浅浅抢过我的爽肤水，看了一眼，这是什么牌子？怎么都没听说过？没有牌子。我笑笑，把爽肤水拿回来，是我妈的朋友自己研发的。哎呀，你真是胆大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敢用。刘浅浅夸张地瞪大眼张大嘴，万一把皮肤搞坏了，那可是一辈子的事。你听我的，用我给你的那些小样，用完保证你的皮肤又滑又娇嫩。谢谢你。我并没有反驳，毕竟人家是一片好心，外面都卖300多一套，我只收你们成本价180。刘浅浅打开收款码，笑嘻嘻地看着我。那2个正在拧化妆品的女生一下子静止了，而我拿出那些小样，放回刘浅浅的床上。不必，呵，想让我当冤大头，做梦呢！才180块钱，我进货都要200块呢，亏本给你们还不领情，真是贪心。刘浅浅更是满脸鄙夷盯着我，她话锋一转，冷声道：叶锦锦，
你别认为现在唐泽学长对你好，就可以高枕无忧。你跟我不一样，我长得漂亮，家里又有钱，我全身上下都是你们根本穿不起的品牌。你看你穿的又土，皮肤也不好，还用这些根本不上档次的护肤品。你再不好好收拾收拾，唐泽学长哪天把你甩了，你哭都没地方哭去。我诧异他的脸皮这么厚，但因为才开学，不值得为这点小事跟他计较。我只是笑笑，转身下楼。每天这个时间点，唐泽都在楼下等我一起吃饭。我还没到下楼，刘浅浅早拿着护肤品小样迅速冲下楼，冲向门口站着的唐泽，嗲声嗲气：“唐泽学长，我送叶锦锦护肤品，他还不好意思拿，这是世界知名品牌，比他用的那些三无产品要强太多了。我也为了他好，你就帮我转交给他吧。”说着话就往唐泽手里硬塞。他又来这一出，我看他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果然唐泽根本不接，后退一步，任那些小样散落一地。谢谢你，刘浅浅同学。叶子用不惯这些勾兑产品，唐泽似笑非笑，眼神始终落在我身上。他用的东西都是医生测试过的。唐泽最后又加了一句：“你买不起。”刘浅浅小脸一片尴尬，随即眼睛立刻用力转几圈，硬憋出几滴眼泪，一副柔弱又委屈的模样。唐泽学长，我这也是一点心意。我知道我家情况比不上唐泽学长，爸爸是做医药方面的老板，妈妈又是医学机构的权威。唐泽学长给叶锦锦的肯定是最好的，不像我，没有人关心，还要被人误解。呜呜，他如此矫情的表演，看得我直犯尴尬症。想走吧，又觉着毕竟都在一个宿舍住着，怎么着也要给人家留点面子。不走吧，实在有点反胃。唐泽一把拉住我，转身就走。唐泽一边走一边还教训我：“这有什么可看的？你还吃不吃饭了？不怕一会儿饭都吐出来？”声音不高，但刘浅浅应该听得一清二楚。他在遇到我的时候，虽然脸上还挂着笑，眼神之中的憎恨压也压不住。我也不多加理会。唐泽一天早中晚的问候，再加上刚进大学的忙碌，我哪有空理会他？可我不去理他，他偏偏要自己找上门。刚回到宿舍，刘浅浅就把我堵在里面，手里拿着一面镜子直对我：“叶锦锦，你是不是从来不照镜子？你真看不到自己的穷酸样吗？就你这种傻了吧唧、又穷又土的乡巴佬，给唐泽提鞋都不配。你告诉我，你怎么好意思纠缠人家唐泽不放的？你告诉我，你的脸皮怎么做到这么厚的呢？我警告你，以后离唐泽远点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有100种办法弄得你生不如死。”我微微一愣，刘浅浅这么快就开始原形毕露了。他真以为我离开唐泽就是任人欺负的小猫咪？我冷笑，往后退了一步，嘴角勾笑：“刘浅浅，麻烦你离我远一点，我怕自己一个冲动，把你的鼻子或者下巴碰歪了，那就装不回去了。”刘浅浅一张雪白小脸顿时通红一片。她家是做整形的，一张脸整的亲妈都不认识，但这似乎成为她骄傲的资本，硬把自己封为校花。她这脸皮估计也是假的，不然怎么可以不要呢？我不喜欢多事，更不是怕事的人。她现在来挑衅我，我自然不会给她留面子。叶锦锦，你这个贱人，我特么打死你！刘浅浅被我揭了短，恼羞成怒，上前就要来扇我的耳光。我冷笑，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反手就是一耳光。啪！刘浅浅大概没想到我会真动手，愣了好一会儿，指着我的鼻子：“叶锦锦，你给我等着！等你个嘚呀！老娘赶着去上课呢，哪有功夫等你？”刚在教室里坐下，刘浅浅就拿着书进来了。我才打过她，她直接就坐在我身边。我厌恶地往旁边闪闪，刘浅浅竟然一把抱住我的胳膊，委委屈屈地哭泣：“叶锦锦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只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也打我一个耳光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走开！”我没想到刘浅浅能玩这一出，赶紧要甩开她。
刘浅浅却抱得更紧。叶锦锦，你原谅我吧，我以后真的不敢再跟你开玩笑了。长这么大，我还真没遇到过这样两面三刀的人，真是犯恶心。刘浅浅见我满脸鄙视，立刻捂着脸趴在桌子上，呜呜痛哭起来。旁边一直立志当刘浅浅舔狗的班长李强坐不住了：“叶锦锦，你干什么？你凭什么打人？”一想到刘浅浅之前的挑衅，外加他这个舔狗的帮腔做事，我这暴脾气的火蹭的就窜上来了，看向李强：“班长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打人？”刘浅浅同学说：“你打了他一个耳光。”啧，我微调冷笑：“班长，刘浅浅说我杀人放火，你也会在警察面前为他作证吗？”那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信口雌黄，歪曲事实，做伪证，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再说了，当舔狗也要分清对象，他刘浅浅算个什么玩意儿？李强憋得脸红脖子粗，不敢再质问我，转向刘浅浅低声安慰。刘浅浅却哭得更大声了，整个身体都在抽搐，显示她受到的极大委屈。我深吐口气：“刘浅浅同学，既然你这样颠倒黑白，那我只能把录音拿出来了。”刘浅浅猛地抬起头，满脸惊恐地看着我。我拿出手机，慢条斯理摆弄着。刘浅浅赶紧赔上笑脸：“叶锦锦，马上就要上课了，我们都别闹了，好吗？”“不好。”我打开了录音，刘浅浅尖酸刻薄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着。吃饭的时候，唐泽一直盯着我看，眼睛掩饰不住满满的笑意。笑个毛啊！抢过他碗里的鸡腿，不怀好意。我一直都怕你受欺负，没想到你比我想象中厉害。唐泽伸手就在我头上乱抚，搞得我发型都乱了。好了，推开他的手，别这么肉麻，一会儿有人该骂你是我叶锦锦的舔狗了。舔狗，不舔对不起这个称呼。唐泽直接就在我脸上亲一下，被我一把推开，嫌弃的用湿巾直擦脸。什么嘛，搞得我一脸油。我俩在这打闹，我突然就感觉背后有凉飕飕的感觉，就像有人在背后捅我一刀似的。回头去看，不远处刘浅浅正转身离开，看来他对我的恨意是越来越深了。我以为刘浅浅会再继续找我麻烦，没想到接下来一段日子，他竟然风平浪静的没再作妖，甚至还时不时主动跟我打招呼。他这是转性了。绿茶精是那种安分守己的人，不应该吧？唐泽是校篮球队的主力，他们有时候也会代表学校出去打比赛，所以他们专有一支助力的啦啦队。我没想到刘浅浅那种1.5米刚冒头的身高，竟然也能进啦啦队。但当我看到刘浅浅指挥工人扛着好几箱依云矿泉水进来的时候，我也就明白了，这又是到了他作妖献媚的时候了。训练正酣，刘浅浅在那里大呼小叫：“同学们，累了吧？快来喝点水！”没人理睬他。喂，你们怎么都不理我呀？刘浅浅竟然拿着矿泉水往赛场上走，被啦啦队的队长一把给拽回来。刘浅浅，你干什么？如果你在胡闹，请你马上离开啦啦队。看比赛的同学也都投来鄙视的眼光。我抱着保温杯坐在角落里看着刘浅浅的表演，我真的越来越肯定，刘浅浅那张脸肯定是经过再加工的，否则她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羞耻呢？上半场训练结束，刘浅浅拿着水直冲向唐泽。唐泽学长，渴了吧？快喝吧！说着还帮唐泽拧开瓶盖，直接就往他嘴上送。唐泽脸色一沉，立刻退出好几步，嫌弃的抹嘴，还呸了一口。我忍着笑把保温杯递过去，唐泽连喝好几口，然后温柔地把保温杯挂在我脖子上，捏捏我的脸。晚上我们去吃牛排。我看到刘浅浅的脸都绿了，她眼中充满怨毒，不知好歹的玩意儿，你们这一对贱人会后悔的。我见状，故意凑到唐泽面前，亲了他一口。噗！刘浅浅喝在嘴里的矿泉水噗的一口喷了出来，转身哭着跑了。我和唐泽对视一眼，彼此眼中都掩饰不了那一抹得意。想到晚上有约会，
我没等篮球训练结束，就先回宿舍洗澡、换衣服，在心爱的人面前，总得打扮得漂漂亮亮、清清爽爽的。拿出我的爽肤水，往手心里倒了一点，正准备拍在脸上，却隐隐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。我忍不住打个喷嚏，味道是从手心里散发出来的。我的爽肤水变质了？不会呀，阿姨每个月都会寄新的护肤品给我。这个时候，我就感觉手心一阵灼热，痛得我赶紧把爽肤水给洒掉，手心已经一片通红。怎么会这样？手心越来越痛，就像烧着了一样。我冲进卫生间，用凉水不停冲洗，但一拿开手又开始痛。没办法，我只能一边轮流冲洗，一边给唐泽打电话。在宿管阿姨的监视下，唐泽满头大汗地跑过来，他捧着我的手，满脸心疼，扛着我就往楼下跑，引得其他宿舍的女生一阵惊呼：“大哥，我是手疼，不是脚疼，哪疼都不行。”把我送到医务室，校医说是接触了某种刺激性液体引起的烧灼感，用凉水多冲冲，过一段时间就会没事的。刺激性液体？唐泽看向我：“你摸什么了？”“没摸什么呀。”我努力回想一下，我洗完澡，想拍点爽肤水，水倒在手心里，话音未落，唐泽突然就冲了出去。吃牛排的时候，虽然手心已经不疼了，但能让唐泽伺候我，我是绝不会动手的。你又回我们宿舍干嘛？我在医务室都听到宿管阿姨扯着嗓子叫你了。没什么，吃你的。一大块的牛排又塞到我嘴里，黑胡椒酱抹得太多，吃得我嘴唇、嘴角上都是。我伸手要拿纸巾，唐泽却是直接用他的手指抹过去，然后把手指放在嘴里，味道还不错。恶心！我做事要吐，嘴里却又被塞了一个小番茄叶子。我跟你商量件事。什么事？我含着小番茄，眯着眼睛看向唐泽。灯光下，他的脸庞更加立体，眼睛黑得像一汪潭水，朱红色的嘴唇微抿，嘴角被挑出一个好看的月牙，好想咬一口。我们搬出来住吧。小番茄一下被我咬爆开，汁水呛得我直咳嗽。虽然我家和唐泽家是世交，双方父母也都知道，我们两家早晚是亲家，但我来上大学之前，我妈就再三叮嘱，让我住宿舍，不许跟唐泽同居。她告诫我，作为大户人家的女孩子，自重是对自己最基本的负责，不能胡来。唐泽也一直恪守君子之道。今天他这是怎么了？你不会是偷看小电影了吧？唐泽被我气笑，伸手又来抚我的头发，被我一把推开。瘦男，赶紧送我回宿舍。叶子，我是认真的。唐泽收起笑容，眼神深邃无比，严肃地盯着我。这件事我已经告诉了伯伯和阿姨，他们同意的。我妈同意我和唐泽同居了。我赶紧拿出手机看看，并没有母上大人的任何信息。这家伙肯定在骗我。房子我已经买好了。唐泽自顾自说着，就在学校旁边的小区，房子不大，4室2厅，先凑合住住。要不你先过去看看。我感觉唐泽在一步步引我入洞，但我没办法拒绝。天知道住宿舍有多不方便，能放东西的地方太小了，我的包、我的衣服都塞在一个小柜子里，搞得我现在都不敢买东西，错过好多限量款。唐泽这套4室2厅，专留了一间给我做成衣帽间，里面还摆着我上大学前最喜欢的衣服和包包。这个包包你也帮我拿来了，这款 LV 拼接包虽然很丑，但很有个性，我最喜欢，所以住下来吧。唐泽斜依着门框，露着迷死人不偿命的笑容，而我背起我的包，一把推开他。No， 唐泽今晚的话特别多，一路上他不停嘱咐我，在宿舍用护肤品的时候多注意，喝水的时候多注意，反正就是各种的多注意，知道了。我拍拍他的胳膊，心情愉悦，走进宿舍大门，却又转过来，在他脸上飞快地亲了一下。谢谢你帮我带这么多的东西过来。对了，我喜欢的那些包包，你记着随时帮我带一个过来替换哈。唐泽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，
回到宿舍，其他3个女生都在，舍友孟丽和付敏看到我的包，一阵稀奇，都围过来看。叶锦锦，你这个包好有个性，你在哪里买的？我向来不是高调的人，当然不会说这个包在国外花了好几十万买的，于是随口说了一句，朋友帮忙代购的，多少钱？能不能帮我们也带一个？我笑笑，行，我问问朋友还有吗？如果有就帮你们带哈。旁边刘浅浅立刻不屑地冷哼几声，一个破包也值得炫耀，还国外代购，地摊上淘来的吧？追人家唐泽，你也弄点上档次的东西，弄个垃圾货背身上，真丢人。说着话，刘浅浅拿出她那只背了好久的爱马仕包，说出来吓死你们，我这个包15万。叶锦锦，你下次再跟人家唐泽约会的时候，我把包借给你，你丢脸不要紧，别丢了人家唐泽的脸。我淡淡一笑，谢谢，不需要，因为无论我背什么，唐泽都喜欢。我听说 LV 又出了一款新包，以前因为宿舍地方小，没心情买，现在有唐泽的4室2厅，我的购买欲望又高涨起来。周末我就拉着同宿舍的孟丽，直奔市区最大的商场。包包是新款，但并不合我心意，高兴而来，当然不能失望而回。于是和孟丽不停地买，吃。我花钱的速度让孟丽一阵又一阵的瞠目结舌。叶锦锦，你到底是多有钱？没有钱呢？我笑笑，就是平时我爸妈会多给我一些零花钱而已，给多少？哎，你看那个包包怎么样？你喜欢吗？喜欢我就送给你，当你的生日礼物。赶紧岔开话题，拿过一个38888的包，在孟丽身上比划，太贵了，我不能要。孟丽赶紧摆手，等以后我赚钱了再买。没关系，我送你，直接刷卡买包，挂在孟丽的肩膀上，你喜欢就好。一场 shopping 下来，我开心，孟丽也开心。我俩拎着大包小包，兴冲冲地回学校。刚进宿舍，就看到里面站了一屋子的人，辅导员、刘浅浅、付敏、李强，还有唐泽，以及宿管阿姨。5个人10只眼睛齐刷刷盯着进来的我们。就是他，刘浅浅的手指差点戳到我的鼻子上，偷了我的钱，这死作精，想对付我，还找了这么多人来围观，这是要对我下狠手啊！不过我岂能如你所愿？放屁，他用得着偷你的钱？唐泽估计是恼怒至极，直接就爆粗口。唐泽学长，刘浅浅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味，指着我手里那些东西。唐泽学长，拜托你清醒一些好吗？叶锦锦接近你，就是想利用你，想从你身上捞好处。他叶锦锦一件衣服都穿好几天，用的护肤品都没牌子，背的那个包也是从地摊上淘来的垃圾货。你再看他买的这些东西，一点都不上档次，和他的人一样。再说了，他这么一个穷酸，平时吃个鸡腿都想半天，怎么突然能有钱买这些垃圾？唐泽还没说话，孟丽就护在我面前。刘浅浅，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，叶锦锦才不会偷你的钱，他给你多少好处，你帮他讲话。刘浅浅一把推开孟丽，孟丽踉跄一下，身上的包就滑掉在地上。刘浅浅一根手指拈起那包，满脸鄙夷，一个高仿包就把你收包了，这个包也是用偷我的钱买的吧？孟丽急了，一把抢过去，别用你的脏手碰我的包，你再说叶锦锦偷你的钱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刘浅浅越发猖狂，还要继续大放厥词，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嗤笑2声。你丢了多少钱？1万。我从床底下拖出我那只行李箱，拉开拉链，掏出一摞，又掏出一摞，20万随意扔在桌上。你看看，这里面有你的钱吗？刘浅浅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而除了唐泽外，其他人眼睛都瞪直了。我有些疲惫，往床上一坐，却觉得个屁股。拉开褥子一看，一小叠钱放在褥子下面。这些钱是你的吧？刘浅浅立刻来了精神，你还说没偷我的钱？我的钱怎么会跑到你床上去？一直没出声的舔狗李强也趁机汪汪。叶锦锦，
你这么有钱，还偷别人的钱，这比穷人偷钱还坏。他话音没落，就被唐泽直接推出了宿舍。我也懒得再跟刘浅浅纠缠，拿出手机就开始拨打报警电话。如果我偷你的钱，那上面一定有我的指纹。现在就请警察叔叔来证明我的清白吧。刘浅浅，你应该知道，恶意诬陷导致我若因此遭受刑事处罚，你是会坐牢的。刘浅浅还在辩解，我的钱就是丢了，现在跑到你床上去，你怎么说都可以。你说上面没有你的指纹，可能是你戴着手套偷的呢。反正这钱绝不可能自己跑你床上去的。我微微一笑，指指床头，刘浅浅，我把20多万放在床底，怎么也要防备一下对吧？所以我在床头的位置装了摄像头，要不要我放给你看？刘浅浅脸色苍白，盯着摄像头，突然语气就软下来。叶锦锦，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拜托你不要报警好吗？跪完他又转向孟丽，转向辅导员，又转向唐泽。唐泽学长，我真的只是想跟锦锦开个玩笑，求求你帮我求情好吗？我以后再不开这样的玩笑了。说着话，竟然还要去抱唐泽的胳膊，这种绿茶精，死到临头还不忘占人便宜。唐泽立刻厌恶地退出好几步，辅导员显然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过来劝我。我微微一笑，老师，刘浅浅这样的情况对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，我不希望和这样的人住在一起。辅导员点点头，这个情况我会处理，等消息。说完，他铁青着脸走了出去。第二天，刘浅浅得到通知，被迫搬到了其他宿舍。刘浅浅搬离我们宿舍，着实是一件开心的事，但唐泽要去外地打比赛，又让我有些失落。更让我烦心的是，作为啦啦队员的刘浅浅也会一起去。看着他们一起上了大巴，看着刘浅浅故意坐在唐泽身后的位置，我已经按捺不住要冲上去把唐泽拉下来，但我要顾全大局。大巴启动了，刘浅浅趴在窗前，满脸得意地冲着我笑。然后我就看到他歪着头，把脸贴向唐泽的脸。卧槽！从小到大，我不是一个爱惹事的孩子，当然，我也绝不是一个怕事的孩子。刘浅浅这么一个既吃不记打的货色，还敢再挑衅我，我立马请了假，给我爸打了个电话，他很快给我安排了一辆私人商务车，在高速服务区，我的商务车正好赶上。当我喊着唐泽名字的时候，发现刘浅浅脸都气歪了，跟我斗，就算你整得再好看，我照样可以用钱砸死你。唐泽笑嘻嘻地上了我的商务车，拉开后座，舒服的一躺，顺势搂住我的腰，用脸来蹭我。拿开你的臭脸，你这张脸是不是被刘浅浅碰过了？我拿出一摞湿巾就往他脸上放，脏死了。唐泽满脸无奈又无辜，叶子，我哪敢去碰他的脸，那里面都是螺丝钢钉，万一碰坏了，他赖上我怎么办？油腔滑调还抵赖，我刚才都看到了。我继续用湿巾擦，直擦到那张帅脸通红。唐泽疼得嘴歪眼斜，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小祖宗，你要把我脸上的皮给擦掉啊！我手心一阵刺痛，忍不住低呼一声。唐泽赶紧捧起我的手，仔细观看，那次手心烧灼感消失后，第二天手心就开始发痒，然后脱皮，搞得我特别不舒服，没事就想把皮撕掉，结果到现在还没好利索，手心的嫩肉总也长不好。唐泽的脸色猛然变得特别难看。我忘了告诉你，我把那瓶爽肤水拿去给我妈做了化验，里面添加了一些腐蚀剂。我是敏感肌肤，爽肤水里腐蚀剂的剂量虽然不大，但对我来说那就是灭顶之灾，长久下来肯定会直接毁容，谁会这么恶毒？而整个宿舍除了刘浅浅，谁有理由会这么做？唐泽脸色泛起一片铁青，立刻就要下车找刘浅浅算账。我拦住他，他是那种见了棺材都不会落泪的人，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天，你找他，他也不会承认，你打算就这么放过他？
唐泽似笑非笑盯着我，我家小叶子可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够温柔喽？我伸出手在唐泽的胸肌和腹肌处来回比划，找准软肉的地方就掐，投降投降。唐泽赶紧双手举起，我家叶子是天底下最温柔最善良最……这时候司机师傅突然咳嗽了几声，我笑着赶紧捂住他的嘴，肉麻死了！你再说人家司机师傅都要吐了。此时唐泽眼神望着窗外，闪过一丝狠色，我知道他这会儿定是在想办法替我出头。这次比赛是省高校篮球联赛，是场很重要的比赛。开赛没多久，唐泽一个三分球瞬间点燃全场，坐在场边的刘浅浅立刻跳起来，双手捂着彩球，尖着嗓子直叫：“唐泽学长，你好棒！唐泽学长，你好帅！”啦啦队长一头黑线拉住刘浅浅。很快，唐泽又有一次三分球的机会，全场屏息静观，刘浅浅竟然又跳起来，再次尖叫：“唐泽加油！你赢了的话，我嫁给你，只有我才能配得上你。那个贱人叶锦锦，他配不上你。”唐泽的手腕明显抖了一下，球在篮筐边缘转了一圈，没进。教练当时就申请暂停比赛，黑着脸来到啦啦队前，指着刘浅浅：“谁带他进来的？你过来！”教练指向候补队员，把他赶出去。刘浅浅还要发大小姐脾气，人高马大的队员就像老鹰捉小鸡一样，拎着他后脖领就给扔了出去。没有了刘浅浅，唐泽就如同神助，只要经过他手的球，几乎百发百中。3天的比赛打下来，毫无悬念地拿下冠军，唐泽也被评为最佳投球手。而刘浅浅第1天就被啦啦队开除出队，教练甚至派一个队员专门盯着他，不许他进场。他气急败坏地咒骂周边人，被狠狠收拾了一顿之后，这才稍微消停。回来的时候，我和唐泽还是坐着那辆商务车。上车的时候，司机师傅指了指自己的耳朵，耳朵上插着蓝牙耳机，我忍不住笑出来。唐泽搂着我舒服地倚在车后座，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，他突然在我耳边吹了一口气，暖暖的气息让我耳根一下子红起来。干嘛？回去后就搬出来住吧。唐泽搂住我，一张脸又蹭过来。刘浅浅被啦啦队开除，他肯定又要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。我怕他再使阴招。我淡然一笑，我还怕他不来找我呢。回到宿舍，我赶紧钻进卫生间。天气很热，浑身腻腻的，我得好好洗个澡。刘浅浅已经搬走，孟丽和付敏都不在，宿舍里也没别人。我不想洗完澡又是一身汗，于是我开着卫生间的门，让空调的凉风吹进来。舒服是很舒服，但总感觉外面有奇怪的动静，就像是有人拿钥匙在开门，却又极力掩饰不发声音似的。我探头往外看看，并没有人回来，是我多疑了，重新再显。但我总有一种要出事的预感。我继续开着水龙头，用浴巾包好身体，猛地走出卫生间。外面，刘浅浅举着手机愣在那里，半天没发出声音。我俩当时都吓傻了，但我反应快，上前一步抢过刘浅浅的手机，就摔在地上。你想干什么？拍我预照，让我丢脸，让我出丑。刘浅浅吓得转身就跑，但此时的她已经吓得脚软，直接左腿绊右腿，狠狠就摔在地上。我拦在她前面再去质问她，刘浅浅却满脸痛苦，鼻子怪异地歪向一边。刘浅浅是被他爸刘来才接走的。刘来才身材魁梧，一脸凶相，他阴森的小眼睛直瞪着我。就是你3番4次找我女儿麻烦的吧？你现在又害得她毁容，要不是看在你是个女孩子的份上，我分分钟钟找人弄死你。你等我的律师函吧。对了，再告诉你爸妈一声，把家里房子卖了，准备巨额赔偿金吧。果然，有其父必有其女。闻讯而来的唐泽立刻就要冲上去干架，被我拦了下来。这样的人渣妇女，必须得有点手段，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既然敢如此嚣张的挑衅，那我岂能善了？
那岂不是有点白瞎我家全国各地的矿产了？我堂堂亿万富豪的女儿，岂能被一个土鳖暴发户威胁？我知道刘浅浅家是开医疗美容院的，那既然如此，我便让你开不下去。美容院所处的位置还挺繁华，3层小楼，大概有个1000平方。我给老妈打电话，妈，我要买个房子。我妈的电话直接就打过来，闺女，你看中哪个楼盘了？爸妈这就给开发商打电话。也怪爸妈粗心，你去的那个城市，爸妈前几年只买了几套门面房，就没想到买几套住房给你预备着。我也要买套门面，我拍了几张照片发过去。这套，我妈那边立刻哈哈大笑起来，还真是老叶家的闺女，眼光都一样。傻闺女，这套门面房就是咱家的呀，不止那一套，那一排门面都是咱家的。我心中一乐，这门面房竟然是我家的，那就好办了。对了，闺女，你刚拍的那家美容院的租赁合同马上到期，爸妈这边忙，没空过去，你抽空去一趟。租金1年300万，你收了当零花钱，才300万。像刘来才这种做大生意的人，一年没有600万的租金，怎么配得上他的身份？学校门口的咖啡厅，我悠然自得喝着咖啡，心情格外舒爽。桌上摆着我重新拟定的合同，对面刘来才死死盯着我，脸上的肉在不停哆嗦。小姑娘，我做了这么久的生意，心也没像你这么黑。提高50%的房租，还1年1000，今年你提高50%，明年你可能又会提高50%。你这明摆着不想让我继续干下去啊？怎么会？刘老板您可是我的财神爷。我搅搅咖啡里的糖块，故意装得满脸委屈。如果您不租这个房子，我这几个月的零花钱都没着落了。我知道刘浅浅得罪过你，我会让他给你道歉，也保证让他以后不再找你麻烦。刘来才小眼睛闪出阴毒神色，声音也变得凶狠。小姑娘，你是从外地来的，又这么年轻，听叔叔一句劝，别这么任性。租金叔叔也不亏待你，给你涨个50万，咱们各退一步，大家和气生财。否则，我也不知道出了这个咖啡厅会出什么事。我假装露出惶恐神色，声调拔高：刘老板，你这么一说，我真的好怕怕。我听说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是吗？刘来才一咧嘴，皮笑肉不笑。小姑娘真聪明，你知道就好。那好吧，我收回合同，这个房子我不租了，给你1个月的时间搬走。贱人，你敢耍我！刘来才当时恼羞成怒，伸手就要来打我。他胳膊抬起来，却再也放不下去。唐泽紧紧握住他的手腕，他的身后站着好几个篮球队的队员，个个人高马大。如果不是我提前再三叮嘱唐泽不许打人，我想刘来才那张胖脸早就变成猪头了。好，你有种！刘来才指着我，一个乳臭未干的丫头片子，在这里跟我横，看咱们谁倒霉！我轻蔑一笑，你还敢威胁我？你知不知道这一片的门面都是我家的？刘来才气得浑身发抖，转身离去。没过几日，他家美容院4周的门面开出了几家新的美容店，生意异常火爆，直接把刘来才家的生意搞得门可罗雀。这当然是我用钱砸出来的效果。我家这么有钱，你敢挑衅我，我就用钱堵死你的生路。没过多久，刘浅浅把我堵在学校门口，她的鼻子还没有恢复，脸上缠着纱布，脸上露出来的肌肤透着淤青紫肿。叶锦锦，你到底想怎样？她指着我一阵口吐芬芳。我劝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你有本事直接找我，为难我爸是什么意思？真以为我家不租你的房子就得饿死？租你家房子是给你面子，等我们真搬走了，你就是跪下来求我们都没用。我拿出手机看看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还有10天，房子就到期了。如果你们能早走的话最好，10多个租客都在等着呢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得去跟这些租客谈合同的事，麻烦你让让。叶锦锦，刘浅浅的声音仿佛像被人捏住嗓子一样，尖锐中透着嘶哑。
他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：“叶锦锦，以前都是我的错，你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家吧。”我赶紧闪身躲到一边。刘浅浅同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本来也没针对你啊，我家门面是多了一点，可也是我们之前花钱买的。现在想涨点房租，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？租房子也是你情我愿的事。你家想租，我欢迎；不想租了，我总不能让房子砸在手里吧？麻烦你让让，我真的来不及了。说完，转身就走。身后，刘浅浅就像野狼一样在嘶吼：“叶锦锦，你别后悔。”对于叶浅浅的话，我没放在心上，唐泽却是担心的不行，天天跟在我身边，像个狗皮膏药一样甩不掉。我得保护你。走在路上，唐泽都把我的头靠在他胸前，我绝不给自己后悔的机会，那也用不着弄乱我的发型吧。一把推开他：“我看你是借机吃我豆腐。不过，确实需要带着你。今天是收房的日子。”我关掉手机的闹钟提示，收回房子后，咱们去吃牛排。前不久才开的一家，老板说给我打7折呢。唐泽满脸无语，银行卡余额6个0的小女生，还坑人家老板打7折，千万不要说你认识我，怎么想甩了我，再找一个老富婆？我嘿嘿笑着去掐她的腹肌。我认识一个50岁的富婆，好有钱的，介绍给你。说着闹着，我俩就来到美容院的门前。刘来才红着眼睛守在门口，他的身后站着3、4个刺龙画虎的社会人士。我今天就要看看谁敢来收房子。我微叹一声，真没办法了。我喊了一声：“出来干活吧！”10个保镖立刻齐刷刷站在我身后。刘来才双腿一软，瘫在那里。而这个时候，刘浅浅突然就从屋子里冲出来，直向我扑过来。但很显然，她的小短腿跑得不够快，我只看到一条身影闪过。刘浅浅惨叫声如同杀猪一样，人就飞了出去。当的一声，一把水果刀从空中落下来，掉在地上。刘来才跪在地上，向我连连磕头：“叶同学，你放过他吧，你放过他吧。”我笑了笑：“你女儿给我的爽肤水里下毒，现在又要拿刀杀我，你还找社会人士要对我实施暴力，这一切都有证据。”此时，唐泽走了过来，拿出之前的化验单以及监控和刘浅浅当时购买腐蚀剂的证据。我微微一笑，唐泽这一波操作牛，憋着大招，一击必杀。刘来才看到那些证据摆在面前，当场脸都绿了。我缓缓拨打了110，报完警之后，眼神深邃地望着这一对父女。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又该当如何呢？恶人必有恶报，你们犯下的恶因，自然会结恶果，这怪得了谁？很快，警察到来，根据唐泽提供的有毒化验单，对刘来才的美容院进行了突击检查，发现了很多违禁物品以及违法行为。这一天，阳光明媚，我和唐泽手牵着手，看着刘来才被带走，他的女儿刘浅浅涉嫌故意伤害，也被一起带走。这2人与我擦肩而过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他们脸上的愤怒和绝望。我摇头叹息，转身离去。解决完这一对垃圾烂人之后，我整个人心情愉悦了很多。至于刘浅浅的那个舔狗李强，在之后每次见到我都退避三舍，眼中尽是惶恐。我只是淡淡一笑，对于他这样的小角色，我还不屑出手。没有了这些苍蝇蚊虫般的小人挑衅，我的大学生活很快重归平静。诗和远方以及家里的亿万家财在向我招手。还有一个帅气的大男孩。唐泽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